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伯恩斯当地时间周二在华盛顿宣誓就职。此前，美国驻华大使一职空窗期已经超过1年，美国商界希望伯恩斯尽快赴华履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再谈中美关系，但他老调重弹，渲染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并鼓吹美国应该联合盟友，以重新掌握主动权。内政方面，周三，美国众议院公布了新版的美国竞争法案，其中包括了520亿美元芯片投资，直指中国。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发布推特表示，已为新任驻华大使伯恩斯举行宣誓就职仪式，并称伯恩斯将在美中关系中为保护和促进美国利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伯恩斯曾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在去年12月获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担任美驻华大使一职，填补了该职位1年多以来的空缺。目前尚不清楚伯恩斯将于何时启程赴华。伯恩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他曾于2005年至2008年间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也曾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驻北约大使。退休后担任阿斯彭战略集团和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执行董事，同时兼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伯恩斯的对华立场曾经引发关注。去年5月，有外媒报道指出，伯恩斯没有任何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在谈到中国时经常使用对抗一词，立场偏向鹰派。不过，他此前在接受德媒访问时也曾表示，中美关系正来到一个关键时刻，经济脱钩不是现实选项，美欧日应联手制衡中国，并在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有分析认为，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颇多，而伯恩斯被任命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标志着这一职位在角色上的转变。过去10年，美国驻华大使都由政客担任，而非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比如，伯恩斯的前任布兰斯塔德在担任驻华大使之前，一直是美国艾奥瓦州州长，时间长达22年。他本人呢，我个人认为，由于他不仅当过外交官，他还作为一个学者对中国进行研究。那么他对中国事务是比较了解的，因此呢，他这个做出的一些政策，规划就比较理性一些。因此呢，我个人认为，他作为驻华大使，应该为这个中美改善关系，还是能够做出一些他个人的贡献的。拜登政府选择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担任驻华大使，也凸显目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2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场论坛讲话中表示，没有比中美两国之间更复杂、更重要的关系了。布林肯回顾拜登政府过去1年的对华政策，老调重弹称，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其中对抗性成分越来越多。And that is in large part because, as you said, this is in many ways a different 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an we've seen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Much more assertive, much more aggressive, whether it's in the region or beyond by a variety of means. 实际上，中方已经多次指出，造成中美关系今天困难局面的症结在于美国奉行错误的对华政策。他之所以做这样的表态，我想呢，关键还是与这个最近一段时期，国际格局啊、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在全球大国中是做得最好的，而且中国在这个减贫事业方面、扶贫方面也取得了这个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切呢，都使得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在全球呢更有影响力、更有吸引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带着冷战思维的这个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布林肯还表示，美国应重振联盟关系，与盟国一起同中国打交道。他以经济领域举例，声称如果联合欧洲和亚洲的盟国，将能在更大程度上给中国压力。When it's the United States taking this on alone, we're 20 or 25% of world GDP. When we're doing it in concert with partners and allies in Europe or in Asia, it's 40, 45%, 50% of world GDP. That's a lot harder for China to ignore. 布林肯还称，美国应重返国际组织，以防中国在国际组织发挥领导作用。香港南华早报认为，布林肯是在暗讽特朗普政府，认为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拱手相让。而拜登政府上台后，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美国都要重新掌握主动权。Because again, if we're not doing it, someone else may be, or maybe no one is, and that usually creates a vacuum into which bad things flow before good things do. 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ll probably be on the menu.
布林肯强调，美国应加紧对自身的投资，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创新领域。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论坛嘉宾很快联想到了近期在美国参众两院讨论热度高涨的芯片法案。当地时间周三，美国众议院公布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足足有2912页。该法案也被称为芯片法案，因为其中包括了520亿美元芯片投资，直指中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其描述为一项大胆、结果导向的法案，声称法案将大力促进芯片投资，提高美国的制造与研究能力，并最有效地提升美国的海外竞争力和领导地位。根据该法案，美国将为芯片产业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半导体生产，另拨款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短缺，保证更多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拜登称，美国竞争法案将帮助制造业回流，化解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瓶颈。法案发布后不久，拜登还发推夸下海口，称该法案将加强美国的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让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胜过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在竞争领域不断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该法案还涉及台湾、新疆等多个涉华议题。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如果该法案得以通过，美国国务卿将着手将位于华盛顿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修改为所谓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并声称该法案将反映台湾与美国之间实质性的深化关系。据了解，美国众议院预计将在下周讨论该法案。由于参众两院存在明显分歧，两院负责人还需要继续举行谈判，就两个版本达成一致。此前，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就在众议院搁浅了半年之久。一个是它的经济实力现在我刚才讲相对下降，它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本来它应该大幅度削减它的军费开支，但是它为了保持所谓它的绝对优势，它在军费开支上不减反增。那么军费开支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这个资金，那么它用于国内投资的这个钱就不够用，这是一。第二呢，这个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矛盾很深。拜登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这个2万多亿美元的这个法案，现在缩水到1万多，才勉强通过。那么两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矛盾，也使得美国国内想通过加强国内投资来振兴美国的经济的计划呢，面临重重的挑战。此前，针对美国参议院版本的创新竞争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美国怎么发展，怎么提升美国的竞争力，这是美国自己的事，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拿中国说事，把中国当假想敌。除了在多个领域针对中国，美国还对中国防疫措施指手画脚。周二晚间有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拟以中国疫情状况为由，批准其驻华使领馆人员授权撤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表示，中国疫情防控严谨科学，防疫策略行之有效，也很好地保护了在华外国人士。中方防疫措施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规定，充分照顾了外交领事人员的舒适度和正当权益。中国目前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从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会极大增加美方人员感染的风险。美方的决策逻辑令人费解，难以自圆其说。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日前援引美国相关卫生机构数据，公布了最新疫情地图。根据疫情数据严重程度由浅至深的色彩标注，美国几乎全境都呈现出一片红紫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却拿中国的防疫措施说事，背后的逻辑确实令人费解。